赖清德确认窜美，不知道美国打算如何接待，但解放军已密切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这两天大家应该都已经听说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赖清德将要在8月份窜访美国的消息。那么对于这一消息，我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也做出了回应，亮出了态度，摆出了3个停止，提醒美国，也是提醒赖清德不要升级事态。不过以台独势力那种缺心眼的程度，即便我们态度再如何鲜明，恐怕都无法灭了他们谋独的心思。但是这次奇怪的是不知道是因为最近中美沟通有点效果呢，还是对赖清德这个候选人不满意，美国方面也有点反应平平，不仅没有抓着这事借机炒作，反倒是只留下了一句寻旧例，正常操作，俨然一副冷处理的架势。但是赖清德呢，显然是有意忽视了美国的冷脸，一心想着窜美面试。我们知道赖清德窜美的消息其实是和他窜访巴拉圭的消息一块发出的。按理说呢，赖清德此行的主要行程是出席佩尼亚当选巴拉圭总统的就职典礼，这也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惯例，就是在窜访南美的时候顺便过境窜美。当然了，到底哪个是顺便，那不是靠嘴皮子说的，大家都心知肚明。比起回访巴拉圭，过境窜美对赖清德的吸引力显然是要大得多。甚至赖清德还恬不知耻地喊出了走进白宫就达成了政治目标的口号。也就是说在赖清德的眼里，走进白宫与美勾连出卖台湾都是自己哄骗选票的道具，更是他谋独的筹码。所以我驻美大使谢峰于近日应邀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的时候，也对此进行了表态。谢峰大使指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紧要最敏感的问题，眼下对于中美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挡住赖清德这头正在盘算过境窜美的灰犀牛。那么谢峰大使这番话到底是什么分量呢？我们来细细的拆解一下。先说这个阿斯彭安全论坛本身其实影响力并不算大，阿斯彭研究所其实只是一个涉及环保、教育、商业等多领域的智库，并不是一个专门讨论外交议题的地方。所以谢峰大使在这个论坛上讲这么一番话，就能拦住赖清德这头灰犀牛吗？显然是不见得的。但即便如此，讲了就是态度，而且从谢峰大使讲话的内容来看呢，灰犀牛是什么？它指的是显而易见可能会引发危机的事件，而我们把这个摆到台面上来说，就是尽了提醒的义务，或者说是告知义务，就是要告知拜登政府，你们要主动叫停这个行程，不要升级为官方活动，不然我们是可能会做出相应反制的，而到时候就别怪我们没提醒你，别后悔说战略误判了。那么换句话说，谢峰大使提醒美国要拦住赖清德这头灰犀牛，就是在防止灰犀牛变成黑天鹅。至于美国能不能听得见，能不能听得懂，那就是美国的事儿了。如果美国听不懂，或者是听懂了装不懂，那也没有关系。美国不是爱玩切香肠吗？无非就是你一刀我一刀嘛，反正解放军就在自家门口。至于赖清德，他也不先琢磨琢磨，以前台湾地区领导人窜美还用的是过境外交，到他这可好了，只剩一个过境，恐怕在哪儿都不受待见吧。一旦他窜美面试结束，自己酿的苦果还得他自己吞了。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聊。